欢迎观看意想不到的中文词源双语教育视频系列。在中文表达中，开窍常用来形容突然明白或顿时醒悟。你可能听过人皆有七窍这种说法，但你知道七窍具体指什么吗？开窍一词的由来又是怎样的呢？在本期节目中，我们将探讨开窍的起源及相关词汇的应用，同时一起了解与之相关的庄子创世寓言中的故事。窍即孔穴的意思，七窍由庄子所说的视听识吸四官组成，两眼负责视力，双耳负责听力，口腔负责饮食，鼻孔则负责呼吸。开窍是中医术语，指脏腑与体表器官在生理上的相通。《黄帝内经》提出，心开窍于舌，脾开窍于口，肺开窍于鼻，肝开窍于目，肾开窍于耳。作为治疗学名词，开窍指的是治疗血阻心窍、神志昏迷的方法。在现代汉语中，我们用开窍来形容突然开始明白事理，或顿时理解问题的本质。我们用窍门比喻解决问题的好方法，用诀窍比喻精妙关键的技巧。成语七窍生烟形容气愤至极，鬼迷心窍比喻对问题认识不清，财迷心窍只因贪财而心智混乱，一窍不通则形容完全不懂。七窍的典故最早可追溯至先秦庄周的创世寓言，南海之地为书，北海之地为呼，中央之地为混沌。书与呼时相与寓于混沌之地，混沌待之甚善。书与呼谋报混沌之德，曰：人皆有七窍，以视听识吸，此独无有，常是凿之。日凿一窍，7日而混沌死。意思是，南海大地书和北海大地呼常会面于中央地混沌的领地，受到混沌的热情款待。为了报答混沌的情谊，书与呼决定为混沌凿出七窍。他们每天凿出一个孔窍，然而凿了7天后，混沌便死去了。庄子通过混沌凿窍的典故，表面上似乎是在告诉我们，做事不应过于死板，而应尊重事物的本质。在本来的寓言故事中，开窍意味着事与愿违，弄巧成拙，但后来人们用它来比喻顿时生慧，恍然大悟。有趣的是，庄子的创世寓言与旧约创世纪中的上帝同样用了7天时间，但这仅是巧合。庄子的灵感源自人的七窍，而希伯来人的灵感则来自巴比伦的占星学中的七星观念，而星期一词正是由此而来。汉语中至今保留了疏忽一词，意指极其短暂的时间，类似于佛经中的刹那。然而，庄子并不认为时间在刹那之前不存在，而是在刹那之后才突然开始的。书与呼虽然表示极短的时间单位，却象征着时间的长河是由这些片刻累积而成的，万物的演变都在其中完成。所谓混沌，就是混沌无知的状态，混沌的消亡则标志着文明的开启。我们还可以从地理的角度理解这个寓言。混沌可以看作是一块原始大陆，所谓的中央之地就是这块陆地的中心。而书与呼象征着原始的大海，因此被称为南海之地和北海之地。这与早期人类认为陆地被海洋包围的直观认知相符。因为混沌是陆地，所以可以被开凿，而为陆地开凿出生命、赋予形态的正是大海。海水在无数短暂时刻的累积中，对原始大陆进行了漫长的洗礼，生命就在这一过程中诞生，经过不断的演化和分化，最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球生物圈。真没想到，我们日常使用的开窍、窍门等词汇，竟然可以追溯到庄子的创世寓言。这则寓言不仅是对天地生成的神话描述，更从地理和时间的角度展现了自然与生命的演化过程。混沌与海洋的交互象征着生命的起源与延续，提醒我们从变化中发现生命的力量与智慧。今天你开窍了吗？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